寡妇半夜来到院子，没想到竟看见一个俊俏男子正在练武。看着对方健硕的身体，寡妇的心里顿时乐开了花。随后连忙将仆人叫到了屋，询问那名男子的身份，还想请仆人为两人牵线搭媒。原来女人田氏乃是庄周的妻子。此前庄周一直觉得妻子对自己不够忠贞，于是便问他，如果自己不在了，那么她一个貌美年轻的女子是不是就会改嫁？而田氏一听这话，自然知道是丈夫在试探自己，于是她当即表态，烈女不是二妇，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，莫说是3年5载，就算终生也会守着夫君的坟墓，不会做出那种不知廉耻的事来。可尽管妻子如此表态，庄周的心里还是有所顾虑。不久之后，庄周就莫名其妙生了一场大病。庄周表示自己大限将至，临死之前，他再次试探妻子的忠心。见丈夫还心存疑虑，田氏表示，若相公还不放心，且深愿先死于先生之前以表忠心。庄周听完妻子的表态后，随后便撒手人寰了。次日，在庄周的葬礼上，来了一位俊俏的公子，在对方拜祭完庄周后，便对着田氏自称自己是庄周的学生王孙，想留在府上小住几日，一来能为庄周先生守灵，二来也好留下翻阅先生的遗作。仆人觉得对方来路不明，再加上老爷刚刚去世，留他一个陌生男子在府上怕是不妥。可是田氏却被对方俊美的模样吸引，随即表示别说住上几日，就是一直住在这里又有何妨？说罢就命令仆人安排一间上好客房给王孙住。晚上王孙赤裸着上身在院子里练武，没想到却被田氏刚好看见。看着对方结实的身材，田氏的心里犹如小鹿乱撞，他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空虚寂寞的内心，随即叫来仆人，希望能为他们2人说媒。不久之后，两人便举办了婚礼。可就在两人准备洞房时，王孙突然就急发作，这着实把田氏给吓了一跳。仆人表示，这是他们公子的老毛病了，要想根治，就必须要用人的脑髓拌在热酒里服下，方能消除痛苦。田氏听后问他死人的管不管用，仆人表示只要没过7期，脑髓尚未干枯，就还能用。田氏掐指一算，庄周才死了不到7天，于是田氏便拿着斧头来到先夫的棺材旁，对着庄周的棺材就砍了下去。俗话说，见官发财，大吉大利。此时双击留下一句财源滚滚，未来必定能顺风顺水，八方来财。没想到就在此时，庄周突然睁开了眼，随后从棺材里坐了起来。田氏看见这一幕，差点没被吓死。原来王孙和仆人其实是庄周施法变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试探妻子的真心。田氏得知真相后羞愧不已，她已经无颜面对丈夫了，于是最终选择了了结自己。而庄周从那以后便前往深山潜心修道去了。